今天穿明制漢服來北京，繼續扒洪承疇和康熙的父子野史。之前有網友說，從康熙時代開始，聖旨就開始給洪承疇避諱了，具體表現為承字的寫法和之前是不一樣的。那麼這個觀點究竟是否可靠呢？我們今天就來到位於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結合現場的聖旨實物來判定一下這個說法的真實性。大家好，我是旭峰，這次一定點關注，下次旅行不迷路。我目前在這個地方是位於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啊，一會兒我們來好好的逛一逛。我是2025年11月去的，到這儿就辦2件事。第一是確認清代歷代帝王的聖旨中承字究竟有沒有特殊寫法。第二是和以往一樣，按正常流程逛博物館。現在我們先開始逐一列舉聖旨中的承字。先看皇太极时代的圣旨，這是皇太极冊封莊妃，也就是後來的那位孝莊太后所用到的莊妃冊文，它也是康熙洪承疇野史中的康熙緋聞生母，而上面的文字則是漢满蒙3種文字。這時候的承字還是一個正常的寫法。然後我們看順治时期冊封蒙古苏班代的诰命，這是順治時期的圣旨，此时的承字也是正常写法，和現在完全相同。康熙朝的圣旨，我們就選康熙帝立储的秘密遗诏，此时的承字已經換成了不一樣的一體寫法。雍正年間，我們選取雍正5年的瑞古圖，它的開頭是上谕，沒有奉天承運皇帝，但我從中間找到了一個承字，它也是一體的寫法。然後我們來看乾隆年間的文科和武科小金榜，是文武殿試的錄用人才名單，其中一份的承字是剛才的具體寫法，另一份的承字則是正常的寫法，說明在乾隆年間，這個承字的寫法已經沒那麼重要了。而且正是乾隆帝把洪承疇送進了二臣傳，說明他不再把洪承疇當回事了。後面還有一個咸丰年间的文科大金榜，它開頭的承字已經恢復了正常的寫法。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順治及之前的皇帝所頒下的詔書中，承字還是正常的寫法。康熙和雍正兩朝的承字已經是一體寫法了，但到了乾隆朝，這個寫法又逐漸變得隨機了。至於乾隆之後的承字，則又恢復了最初的樣子。那麼如此看來，直接與洪承疇對應的康熙和雍正2位給承字避諱這一條是板上釘釘的事實。乾隆是逐漸放鬆，其餘人則是完全沒有。至於他們和洪承疇的血緣關係這事兒，最好是讓全球華人一起討論個3年5載，再下最終結論也不遲。辦完這件事兒，我們照常逛博物館，給想去現場看的人鋪平道路。先說交通，崇文門站地口下車，走幾步就能到這個館。這家博物館是周日和節假日閉館，周一反而開館。而且根據最新的通知，散客是無需預約的，現場刷身份證就能進去。此外，自拍杆不能帶進去，需要現場寄存。進門後做個預覽，發現看點集中在2到4樓。1樓只有少量看點，其中包括一個金榜題名的打卡點，可以現場拍個照片。此外是一個社交空間，但能看到的信息很有限。現场展示的是清代帝王等上层人和西方的日常交流，但下层的文盲率極高，已經達到了野蠻人的水平。這是華夏歷史中暗無天日的300年，迄今仍然流毒深遠。比如我穿的明制漢服，就會有很多人認為是韓服，因為民族的記憶就是在這300年中被他們故意掐斷了。看完1樓之後，我們乘坐電梯直奔4樓，這邊的金櫃展廳是關閉的狀態，不過龍櫃庫是開放的。什麼叫龍櫃呢？這是由清代的工部用木料做成的櫃子，裡邊專門存放宗人府編纂的漢室宗籍，一般來說每10年會更新一次，並把皇室成員的生卒年以及個人履歷變動都給補充進去，最後由皇帝親自審核，然後正本裝進櫃子放在皇室城，之後歷經輾轉就通通給挪到這邊來了。其中有些櫃子是紅色的，這裡邊存放的是珏羅玉碟。我一開始以為這說的是愛新覺羅一家的玉碟，查資料後發現還不是，這個指的是旁系的玉碟，那就能說得通了。總不能為了區分反而不讓皇室用黃色了。現場展示了小玉碟的實物，原來這是用紙做的，不是用玉做的。玉是個表示尊重的形容詞，
眼前展出的這些就是多個版本的玉牒中原存於宗人府的那一版，後面的小皇陵版本就是專供皇帝御覽的，再往後還有一個大紅陵的版本，這個版本就是儲存在皇史城或者聖經那邊的版本，內容則是記載皇帝言行等事，用的則是漢滿蒙3種語言。至此我們就逛完了這個展廳，它這裡邊存放的東西其實也並不算多。然後我們來到馆史展廳，這個展廳的主題就叫做守望歷史，傳承文脈，說明每個博物館的背後都有一段薪火相傳的歷史。故事從1925年故宮博物院文獻部成立開始，那是專管明清檔案的機構。現場对應的文物是我们剛才見過的大紅陵和小黃陵，還有一份大學士所寫並遞交給皇史城的奏折。現場提到了清末時期的多次檔案流失事件，其中有焚毀事件，也有賤賣事件。這個事兒就很靈性了，怎麼不提當初修《四庫全書》時有多少被毀的檔案呢？現場對應的文物是對應這些事件的奏折，說不定就有人借着這個事件搞屏障來着。之後在抗戰時期，故宮文物南遷，檔案跟着一起顛沛流離，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後，檔案才算安定下來。那個在1955年成立的部門叫做國家檔案局，對應的文物則是部門成立之前的工作細則，之後還有國家領導人對這項新工作的關注和指示。而且當時除了全職的工作人員之外，還徵調了很多中學教師和北師大的學生參與到檔案整理工作中來。這麼多人全力整理，還是從1958年持續弄到1976年，才算是建成了初步的體系。再往後就進入了2011年的大規模整理。在這個時代回望過往，發現整理檔案的技術手段比起以前有了天壤之別，尤其是後續的穿着也越來越像大白了。之後就是這邊將那些封存已久的檔案以博物館的形式對外開放參觀的事情了。現場提到了很多次展覽，但最為具體且詳細的還得是眼前的布展。至此我們就逛完了這個展廳。現在我們下到3樓，來到館藏明清檔案基本陳列。先從明代展廳開始，這邊資料不多，很快就能看完。進門第一眼看到的是明洪武年間繪制的大明混一圖，也就是明代的世界地圖。開頭的介紹也是從明代建立開始的。這邊介紹了敕諭，也就是皇帝給臣民、屬國等頒下的命令，其中就包括永樂皇帝朱棣給西藏喇嘛下的敕諭，內容則是對喇嘛的封賞，以此強化對西藏的管理。後一件《聖德瑞英頌》是明永樂15年幾個內閣大臣為皇帝進獻的宋詞，講的是紫禁城建設的始末資料，而他們所用的楷書則是明代常用的台閣體。然後我們進入建章立法篇，在這個階段高拱被單獨圈了出來，獨享一份介紹。現場對應的文物則是高拱的掌權題稿，權就是選拔官吏的意思。這本書的內容就是高拱在吏部主持工作時的文書彙編，配套文物是大明通行寶鈔。當時發行之後沒能控制好，所以後期逐漸貶值，就退出使用了。下一件地圖狀物是明崇祯年間的赤道南北2總星圖，這是徐光启和傳教士湯若望等人共同完成的天文測繪成果，上面一共描繪出了1800多顆星星，可見明朝在天文測繪方面已經是頗有成果了。然後我們進入邊防武備篇，其中當然少不了九邊重鎮的介紹。現場提到了戚继光與戚家軍，他除了剿滅倭寇之外，也曾在冀州鎮守來着。另外現場還用圖片展示了當時所用的各種火炮。最後我們進入國事清推篇，也就是明王朝的中後期。在風雨飄搖的时代，人們也沒有忘記黨爭，現場就有兵部左侍郎在崇祯元年繼續彈劾魏忠賢殘黨的奏章，所以明朝亡的一點也不冤，因為根本分不清大小毛。往後走就看到了洪承疇在顺治15年寫下的剿滅李定國部的方案，這會兒他已經是個賣力氣的漢奸了。旁邊是崇祯13年明朝廷給大明忠臣洪承疇索取粮饷的批复和安排，這兩個相差10幾年的奏折被擺在了相鄰的位置，可見一個人為了家族的一己私欲，真的是可以背叛其他的一切。至此我們就看完了整個明朝展廳。
現在我們進入清朝部分，也就是之前提到的放了很多聖旨的那個地方。開場是從清朝建立開始介紹的。努爾哈赤是在明萬曆年間起兵，以為父祖復仇為名興兵起義。後來孫殿英炸清東陵盜取隨葬品的時候，理由也是為祖上孫承宗報仇，這何嘗不是一種歷史的循環？現場對應的實物則是努爾哈赤的畫像以及一幅聖經城闕圖。這是一張卷本圖，所描述的是聖經的城闕和宮殿，也就是現在的沈陽故宮。不過我迄今沒去過那邊，將來遲早要去看看的。在努爾哈赤統一各部後，才命人仿蒙古文，創立了滿文，對應的文物是滿文木牌。這上邊所記載的是阿濟格與明軍作戰的實際情況，現場的文件是乾隆年間整理的滿文老檔，它和前面的木牌一樣，寫的都是入關之前的事情。再往後進入入主中原篇，入關後的清朝帝王追封了好幾個誓死抵抗的南明忠臣，可見忠臣是人人都尊敬的。但带路党就不一定了，早晚會被寫進二臣傳裡。後面是清史中對多爾衮的描述，看起來不像什麼好話，但聖旨中還是給過面子的。當時多爾衮剛死，順治帝還頒下聖旨，將他追封為義皇帝來着。雖沒有天長地久，但也是曾經擁有。這份現場展示的聖旨便是順治8年的順治帝追封多爾衮為義皇帝詔書。再往後的實物是清康熙年間的实憲曆，這個也有漢滿蒙等多種不同的版本，但所有的版本外觀都是一樣的，就是眼前的小皇陵版本了。後面的聖旨是順治帝训诫臣工重惩貪酷事敕谕，這是對手下官員的训诫正文。下一個聖旨是順治帝嚴令中官不得干政敕諭，中官就是太監，說白了就是太監不許干政，這就是在修正明朝太監干政的往事。再往後是一份俞国柱殿試卷，這個俞國柱是順治年間的武狀元，但武狀元可不是文盲，這卷子就是他寫的，書法水平並不差。下面終於到了康熙時期的聖旨彙總，後面還赫然題寫着康乾盛世4個字，不知歷史課本裡還有這4個字嗎？後面出現的聖旨都是剿滅吳三桂相關的，但開頭沒用奉天承運皇帝，另一份的開頭則直接被水給泡壞了，更無法辨認了。此外還有康熙60年川山總督年羹尧所寫的保舉新任總督何務的折子。後面再看雍正朝的聖旨，其中有雍正朝推荐履歷排单，當时级別低的官员必須有吏部兵部的官员引領才能見着皇帝，然後雍老四再給他們寫朱批評語。還有廣東巡撫年希堯在外調查火耗情形的事宜，這會兒是雍正元年，他兄弟年羹堯還沒被辦呢。此外雍正還給他回了很接地氣的評語，不可只要說着好聽，行與言不符。後面有李衛上交的直隶粮價清單，以及和上個月和去年所進行的比較。然後是江寧制造曹顒對江南米價等事提交的奏折，而且他是自稱奴才的。曹家就是康熙帝的包衣，很受恩寵，在雍正朝就没那麼好混了。後面被水泡的特埋汰的是田文镜所寫的關於攤丁入畝情況的反饋，地點則是當時的河南。看完這一篇章，我發現雍正朝的聖旨開頭以上諭居多，所以成字很不好找，我也只是在之前找到了那麼一處。現在我們进入盛景奇觀篇，開頭看到的第一件文物就是热河行宮圖，這個就是現在的承德避暑山莊。清朝的皇帝經常在夏天到這邊避暑，現在這邊不適合避暑了，因為夏天動輒40多度，實在有點嚇人。後面是清道光年間宮廷內的貓狗名冊，現在故宮裡邊的那些貓大約就是花名冊上那些貓的後代了。再往後是一件名叫消寒图的娛樂用品，一共9個字，每個字9筆，從數9開始，一天畫一筆，畫完了99結束，冬去春來。無外乎是冬天太冷，可娛樂的項目太少了，所以研發了這個娛樂項目。下面我們進入匯通中外篇，在這個階段有大量的傳教士來到中國。在清康熙年間，法國傳教士蔣友仁送上了這份昆魚全圖給乾隆帝充當禮物，這就是當時全世界最精準的世界地圖了。它的周邊還附上了大量天文地理學知識，這都是當時的最新科研成果。
現在我們進入了帝國秋涼篇，這邊開場提到的居然是清朝的秘密立儲制度，也就是把選定皇子即位的詔書藏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的後面，現場展出了康熙帝的傳位詔書，他還綁定了另一段野史，那就是說雍正改過遗詔，把傳位14阿哥改成了傳位於4阿哥。實際上原文寫的是皇四子胤禛，和傳說中完全不同，就算是改也不能改得那麼整齊，再者說後邊還有满文呢，這更沒法改，所以這段野史完全沒道理，就是士大夫黑雍正黑習慣了，順手又多黑了他一下，僅此而已。在清朝中後期，官员貪腐嚴重，財政紊亂，其中大貪官和珅就建起了一座大型豪宅，在他死後，豪宅几經易手，落到了恭亲王奕欣的手裡，如今他就是票價40元的恭王府。在這樣的環境下，民間起義自然是此起彼伏，其中的天理教更是打進了清宮內部，可惜时运不济，未能成功。再往後进入抗争求索篇，在清末時期，很多鴉片在貿易中流入中國，引起了人們的警惕。在我们的歷史課本裡，林則徐的存在感比較高，但實際上意識到鴉片危害的人遠不止林則徐自己，還有很多大臣也在力主禁止鴉片，後續便是虎門銷煙以及鴉片戰爭了。再往後就是太平天國了，博物館對太平天國的介紹是比較少的，我們只需記得它沉重打擊了滿清朝廷在南方的統治，並為後來的辛亥革命打下了一定的基礎。再往後進入變法圖強篇，當時的清代朝廷送出了很多幼童到美國留學，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詹天佑。之後有维新派想改变清朝，但是没成功，改過不啦，換湯不換藥啊。同時還有洋務派打算通過技術改變清朝，然後一個甲午海戰把全部的幻想都打碎了，人們終於認清楚了，如果不把清朝推翻，國家就永遠不會有出路。最後則是走向共和，但這個階段的檔案就不歸這邊管了，所以現場沒什麼實物。至此我們就逛完了3樓的清代檔案展廳。現在我們下到2樓，來到第2展廳。這個展廳的主題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物則大都來自故宮，因為第1展廳是關閉的，只能從第2展廳開始看起來。首先進入國泰民安篇，先看來自故宮的铜鍍金太平有象倒球水法钟，钟是西洋式的钟，但頂端的大象驮宝瓶則是中式的元素太平有象。如果把钟發動起來，頂端的葫蘆能倒出一個球來，名字裡的倒球就這麼來的，可惜現在沒有運轉，就看不到了。然後是金川之戰後，當地土司來北京覲見所獻上的鯊魚皮套土司刀，而且還鑲着紅珊瑚珠子，可以說是極其華貴的兵器，禮物價值要大於實用價值。再往後是一件石青色彩雲金龍紋裝華紗南夾朝袍，這是皇帝本人的禮服，構造是圓領加敞子巾。你看這個衣襟像不像一個敞字？另外它這個龍用的是正龍，所以這樣的東西就是給皇帝預備的，其餘人輕易穿不得。後面是一套珐琅器，叫做掐絲珐琅3式，具體則是爐瓶盒3樣，這是文人書房的熏香組合，爐用來焚香，盒用來裝香料，瓶用來存放產香料的工具。這套東西也是一種身份的象徵。他們下邊的文物是一件剔紅4季花卉香机，用的是雕紅漆工藝。這個小案子就是專門用來放剛才那3樣工具的袋子了。然後是青玉蛟龍钮皇帝之寶璽，它上面所刻的字說是皇帝之寶貴5個字，但現場看的話就很模糊，在鏡子裡也看不清楚。此外還展出了著名的金甌永固杯的複製品，雖然只是複製品，但上邊的各色仿真寶石也是非常精美的。附近還有一件紫檀木邊畫玻璃人物圖掛屏，它外邊框是紫檀木，內部則是玻璃畫，內容則是清代常見的九老圖。然後我們進入人生如意篇，先來看光緒皇帝的大婚典禮紅檔，這上面所記錄的便是大婚過程中的花銷、流程等等，算是個升級版賬本。旁邊還有溫濕度計，說明這是來自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檔案文物。然後是黃色綢繡龍鳳金雙喜紋懷檔，它的正中間是金色的雙喜字，兩側則是龍鳳，再往外4個角上有团壽字，
周圍這一大堆藍色的小花，不知道寓意何在。咱就是說留白一下會不會好一點？一定要填那麼滿嗎？再往後是一件紫檀嵌玻璃龍鳳銅合紋桌燈，這是同治帝大婚時皇后阿鲁特式的妆奁之一，可見當時的玻璃制品已經是非常常見的物件了。然後是一份故隆公主下嫁事務清單，這位公主是乾隆帝的幼女，所嫁之人不是別人，正是和珅的长子丰绅殷德。而且列表中的很多東西不纯粹是嫁妝，有些甚至就直接赏給了丰绅殷德。最後是剔紅缠枝莲纹文具盒，盒子明顯用了剔紅工艺，文具无外乎文房四宝以及镇纸印章之類的物品，他們也用了與盒子一樣的剔紅工藝。現在我們進入蟾宮折桂篇，先看到一座楠木編作镶紫石天開黃甲圖插屏，這名字太複雜了，我們簡單說，插屏上的3個螃蟹就是三甲，蘆葦諧音為蘆，合到一起就是三甲傳蘆，是对功名的祝願。後面的文物是福壽主題的，其中有一套西万福万壽字火鍋，鍋的外轮廓是海棠花瓣形，上方的花紋是鳳鳥，裡邊的小坑裡放了幾個膝蓋碗，然後從下邊統一加熱，上面的小蓋子則都雕刻着花紋。皇家器具就精巧在這兒了，哪怕是一件锡器也是雕刻了不少花紋的。後面是和碩莊親王允禄承萬壽进单，禮品名單被寫在金箔條上了，哪怕是不看禮品實物，單獨看這一個禮品單就已經足夠華貴了。然後是紫檀嵌玉雕壽字三香如意，這是清宮內常見的擺件，只是材料各不相同。這件是用紫檀木做的，上面镶嵌的小塊則是玉，也都是珍貴的物料。後面還有扇牌，這是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文物，我也是第一次見。這是皇帝用膳時覲見人員用的牌子，宗室王公用紅頭牌，文武大臣用綠頭牌。如果官員級別不夠，那就連綠頭牌都混不到。最後進入家國同姓篇，先看到清代的奇妣益寿膏，它這個功能不用多說，看名字就能看出來，就是健脾胃的。不過這一大塊一大塊梆硬的，這怎麼吃法呀？旁邊是一副玳瑁框架水晶花鏡，這就是清朝的老眼鏡，民間其實也有，但材料肯定不如這個值錢。然後是一件盆景，全名叫掐絲珐琅開光嵌畫珐琅長方盆瑪瑙石榴盆景。說是盆景，實際上並不是真正的植物，而是用金银珠寶做出的假植物。這種模仿自然風物制作的工藝品是當時同類工藝的集大成者。最後是一件碧玉寿星骑鹿进寿图山子，它正面雕刻的是山石、藤萝和骑着鹿的寿星，後面小童扛着一個葫蘆，合到一起的諧音就是福禄壽。至此我們就徹底逛完了第2展厅。最後我們來到第3展厅，這裡沒多少實物，除了展牌就是拓片，所以隨便看看就好。開場是一些歷史遺跡的介紹，其中的金中都水關遺址，我上次去吃了個閉門羹，這次不知開了沒有。明城牆有個專門的遺址公園，露天的，這個倒是隨時可去。還有一個煙墩，這個距離北京南站特近，我還拍過來着，但一直沒來得及剪。然後進入經濟通河篇，其中提到郭守敬修建的通惠河水閘系統一路沿用至今。然後是明代的永通橋，去北京那麼多回，我還真沒注意過它。後面還有黃史城的碑拓片，可惜黄史城這個地方對散客是不開放的，不然真希望能進去參觀一下。至此我們就逛完了這個展廳，也看完了一整個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末了說一些旅途中的趣事。我最近突然發現自己是漢族，所以入了漢服坑，穿上了明制漢服。雖然平時我們總調侃老北京地道什麼的，但調侃歸調侃，老北京還是有見識的。在逛博物館的時候，有10多個人問我的衣服，其中有半數以上的人能直接說出是明制漢服來，甚至有人直言不諱地說我在明朝古畫裡見過你。如果有人能看懂我們穿的是什麼，我們就該多穿漢服上街，因為這個世界上有人懂我們。如果有人看不懂我們在穿什麼，認為我是朝鮮族，或者是韓國人，或者是蒙古王爺，我们就更應該多穿漢服上街，因為他們也需要回憶起來這失落已久的漢家衣冠到底是什麼樣的。這個啟蒙的人可以是你，可以是我，
也可以是任意一位同袍，只要假以时日，就能有更多的人尋回那段被遺忘的回憶。看到這裡的朋友，歡迎點讚、收藏、加關注，和徐公一起讀城，一起旅行。